不生孩子死了怎么办？那就花8块下载个死了吗 App。原来跳出3代之外，不在五险之中的年轻人才是最惜命的。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据潮新闻报道，2026年刚开年，一款名叫死了么的 APP 在苹果商店收费榜上冲到第8名，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它的功能简单到不可思议，每天点一下，告诉它我还活着。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科技，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简单、太直白，甚至名字都有点膈应人。就这么个简单的功能，最初免费，后来收费1元，现在要8元才能下载。网友们一边吐槽8块钱我还是死家里吧，另一边却让它的下载量一路飙升。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乎2.4亿中国人、价值万亿的孤独经济。死了么的走红来自于小红书上一篇获得超过1万点赞的笔记。博主晒出截图，显示这款 APP 在6小时内冲到了应用商店排行榜第55位，随后热度如滚雪球般扩大，迅速攀升至付费榜第8位。它精准地戳中了一个庞大群体的隐秘焦虑，独居者的安全焦虑。根据数据，预计到2026年，中国独居群体的占比将从2022年的 19% 上升至 21%。这些独自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加班，不是房租，而是万一我晕倒在浴室多久才会被人发现？死了吗？给出了一个成本极低的解决方案，无需注册，首次设置只需填一个紧急联系人的邮箱，然后每天像打卡一样点一下。他用最轻量、最不打扰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网。从免费到1元再到8元，这玩意儿一个几乎没啥技术门槛的打卡工具，真的赚钱吗？开发死了么的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才10万元的微型企业，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料到能掀起如此大的水花。8元钱买一杯奶茶都不够，却能买来一份万一出事有人知道的可能性。对于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心理账户上极其划算的交易。他贩卖的不是功能，而是情绪价值，安心。有网友的评论既心酸又真实，可以监控手机屏幕就好了。对我这种人来说，2天不碰手机应该是死了。还有网友说，每天都要打卡，偶尔忘记了，系统会不会告诉我的紧急联系人？机主挂了，随机吓死我朋友。这些调侃背后是当代年轻人一种普遍的对自身存在感脆弱性的自嘲与担忧。必须澄清的是，这款死了吗 APP 和大家基于名字联想到的殡葬服务毫无关系，它是一款纯粹的安全工具，而不是身后事安排工具。早在2017年，就有一位网名老梁的创业者，因为亲身经历死不起的困境，而决心做一个殡葬服务电商平台，甚至也想过叫死了吗。但他的创业之路充满坎坷，零元拒绝合作，广告无处可投，复杂的传统殡葬流程难以用互联网简单整合。他尝试推出的网上灵堂等服务，还曾遭遇过恶意留言的困扰，这说明涉及情感和传统习俗的领域，互联网化的道路异常崎岖。相比之下，眼前这款只关心活着的死了吗，反而因为切入点更轻、更直接而意外的成功了。死了么的火爆可以说是懒人经济的究极进化版。以前的懒人经济是花钱买时间、买体力，外卖代替做饭，扫地机器人代替拖地，跑腿代替出门。现在升级了，懒人经济开始花钱买安心、买情绪了。一个人住懒的也没法天天跟家人朋友汇报安全，那就8块钱买个 APP， 自动帮你签到。数据显示，全球每4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经常感到孤独。在中国，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年轻人的孤独催生了陪聊 APP、虚拟恋人，老人的孤独和安全需求催生了各种智能手环、跌倒报警器。死了吗？巧妙地卡在了中间，他用最低的成本让独居青年给自己上个保险，也让远方的父母子女多一个放心的理由。死了吗的走红像一根探针，撕破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潜在市场。这个市场不是殡葬，而是生前安心市场。它包括了但不限于独居安全、老人监护、个人应急响应、情感陪伴、心理健康等等。这个市场有多大？我们可以从侧面数据感受一下。2025年，仅中国大陆的集市零售市场，比如外卖、跑腿等，规模就预计突破 1.5 万亿元。其中，像美团这样的平台，非餐饮品类的日订单量已超1800万单。这说明人们为便利付费的意愿和能力极强。当基础的物质便利得到满足后，为安全感和情感健康付费，必然成为下一个消费增长点。从这个角度看，死了吗8元的定价，可能只是这个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第一角。回过头来想，一个需要我们用 APP 来每日报平安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家人同居，邻里相熟，自然能相互照应。
如今离散是常态，数字工具就成了我们连接的方式。它的出现也提醒我们，在懒人经济满足了口腹与身体之欲后，一个旨在安抚现代人精神与安全焦虑的安心经济赛道正在悄然打开，旗下潜藏的需求与能量或许远超想象。